就是你美国的、北约的这个水面舰艇全都打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锆石导弹。哎，你打这个300多公里，我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我即使是在600公里的地方，你也够不着我，而我打你却绰绰的有余。而且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在俄罗斯海军节这天呢，普京总统非常正式的比如签署了俄罗斯的海军学说，并且呢，向外界宣布，就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俄罗斯的海军将装备就是锆石这样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我们先说他为什么要签署就是俄罗斯的海军学说，因为在这个海军学说里边呢，其实有一些意味呢，就是俄罗斯未来的海军战略。这里边呢，主要是把美国和北约的海军作为它未来的主要威胁。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外交辞令他没说是敌人，只是说威胁。但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未来俄罗斯的海军主要作战的对手就是北约的海军和美国的海军，那就是把这个敌人的定位或者对手的定位已经进一步的明确了。那么这个海军学说呢，还要求俄罗斯用军事的手段，也就是说外交什么其他的贸易或者是这个经济的方式都不行的时候，要用军事手段。那军事手段就是让你的舰艇、让你的潜艇、让你的飞机去前出，去和对手进行博弈。所以呢，这也是他的就是学说里边的这个方案。那么为什么他要宣布就是锆石导弹很快就要列装俄罗斯海军呢？这个对俄罗斯海军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海军基本上没有建造过大型的水面舰艇，比如说航空母舰还是库兹涅佐夫号只有1艘，而且一直处于维修状态。我们再看巡洋舰也数量不多，只是通过它的升级改造来继续的服役无论是光荣级的还是我们知道的前面被这个沉没的吧，无论是被炸沉没还是自己爆炸沉没的这个莫斯科号巡洋舰炸1艘少1艘，或者是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役1艘就少1艘。那么驱逐舰呢也没有就是建造新型的，基本上还是现代级的或者是其他级的这个驱逐舰比较老旧，都是进行现代化的改装。只有什么呢？就是戈尔什科夫号这样的护卫舰这个是新研造的，是它的主要的舰艇。那么现在既然根据海军学说，它的对手和敌人是美国的海军，是这个北约的海军，那你和这个一个强大的对手作战的时候，你的大型舰艇，特别是水面舰艇是不足的。你无论是航空母舰、巡洋舰还是驱逐舰，你都没法跟美国和北约的这些舰只相提并论。那怎么办呢？那就束手就擒吗？也不是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宣布，我用锆石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加装在戈尔什科夫号的护卫舰上，我就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作战能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锆石这种导弹是高超音速的，据俄罗斯方面的媒体说呢，它能达到9倍的音速。那么5倍以上音速呢，就是高超音速，它的防御的概率也就不超过5%。随着它速度的提高，那它防御的这些能力，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概率就进一步的下降。那如果有了这样的导弹，首先它的射程可以从原来的几百公里因为像俄罗斯它原来的反舰导弹，无论是锆巴脑或者是花岗岩也就打个400-500公里。现在据说这个锆石导弹可以打到1000公里最远的射程。那么从这个速度来讲呢，锆玛瑙或者是花岗岩的速度也就是个2-3倍的音速这个就比较快了。距离是400-500公里，而现在锆石可以打到1000公里，距离翻番了。既然打得又远，速度又快，那让对手很难防范。而我们再看美国和北约现在主要装备的反舰导弹是鱼叉，那鱼叉的速度是多少呢？高亚音速0.9个马赫，射程是多少呢？基本上是200多公里、300公里。那比这个它原来也就是俄罗斯的这种反舰导弹，无论是花岗岩还是锆玛瑙，它都不行。那要是跟锆石就更没法比了。所以俄罗斯说，
我的格尔什科夫号，因为排水量也在4、5千吨，也相当于过去的驱逐舰的排水量了。既然可以加装它8枚，那一旦在海上与这个北约或者美国的航母编队抗衡的时候，那这个距离很远呢，就是你美国的、北约的这个水面舰艇全都打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锆石导弹。哎，你打这个300多公里。我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我即使是在600公里的地方，你也够不着我，而我打你却绰绰的有余。而且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坐飞机一般的说，喷气式飞机在1万米的高空可以飞到800-900公里，每小时800-900公里的速度，但是这个锆石导弹高超音速的，它的峰值可以达到每小时9000公里，比我们坐的喷气式飞机还要快10倍。你想想，对手有反应的时间吗？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普京总统宣布，俄罗斯的海军将加装这样一款这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显然是说，他不惧怕这个美国和北约的水面舰艇，也就是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既然他将来要和这样的对手作战，那么他是以小打大，以快打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它是要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先进程度，也就是信息化程度上的不足，来取得和北约和美国的舰艇作战能力上的一种平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